色女子香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无自想，忘了你哦。孤单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谁敢闯？望明月，心悲凉，千古恨，轮回长，眼一闭，谁最狂妄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身上。楚家还留有尾巴在这里，正好让他告诉我们葛聂的去向。现在情况十分危险，敌人就是苍狼王。苍狼王就是那个臭名昭著、被称为黑夜刺客的刺客团头目，就是他。听说他曾经为韩王服务，韩国被灭后，他就音信了无。想不到在这里出现了。有人能控制这些狼？以我方的实力是斗不过苍狼王的。那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动手啊？他在等最佳时机。什么时机？笨蛋！他既然号称黑夜杀人魔，那么自然最佳时机就是在天黑之后了。算你懂什么叫时机了。其实我也早就知道了。在天黑之前，如果可以逃出这片平原，就有机会活下来。狼群都有自己生存的范围，我们要加快速度，离开他们这片地区。马车的速度太慢，必须舍弃一部，用4匹马拉一部车。除了粮食、水，还有武器，其他的东西都扔掉。狼虽然凶狠，但是怕火，用火可以阻止他们逼近。所有的人都必须拼死战斗，才有生存下去的机会。大叔，你放心吧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开始了吗？你是不是想要变强？是的。证明给我看，用你的剑。啊，是大叔。放马过来吧！什么人？有敌人！
怎么不见了呢？跑到哪里去了？天明，小心！首领在搞什么？这些废物哪里值得我出手？呀！危险！少羽，葛妮，把人放下。如果你要我放开他，为什么你自己不过来？葛先生的伤口又裂开了。如果他和苍狼王战斗的话，会被杀死的。你已经受伤了，连你自己也保护不好，还要从我手上救人。你们谁也别想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。我先从你开始，没有你的打扰，所有人都是我们的美味晚餐。我会慢慢享受这难得的时刻。快闪开！大叔，你怎么了？大叔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！是重伤之后失血过多造成的体力虚脱，并没有受新的伤。你们看，蓉姐姐现在正在救治一位重病人，所以让我来带她迎接各位，请诸位大哥前辈恕罪。原来是墨家的朋友，太好了。我姓高，名月，大家可以叫我月儿。几年没有来义庄，荣姑娘居然又多出这么个水灵的妹妹。喂，这个月儿是什么人啊？那个荣姑娘又是干什么的？你打听这么仔细干什么？
墨家是诸子百家中最仗义的门派。墨家祖师爷与我们楚家有多年的交情，在反抗秦国的阵营中，墨家和我们家族也是最坚决的两个。镜湖医庄，这是墨家的一个秘密据点，如果没有墨家弟子的指引，一般人根本无法找到。现在秦国搜查得很严，大家都很小心。这里还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女孩子，她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，可她却是墨家最有名的神医。我们就是要请她为葛先生疗伤。她父姓端木，单名一个荣字。一个聋子，居然还是神医，真好玩。天快亮了，这一夜终于可以过去了。月姑娘虽然年幼，可她是端木姑娘的得力帮手，也是了不起的女孩子。墨家真是一个神奇的门派，这里到处充满着奇妙的东西。快了，前面就到了。这上面的字我怎么都不认识啊？这是以前燕国的文字，自从秦国要统一文字，已经禁止使用了。不过在这里根本不用理什么秦国的法律。这上面写着什么？这是端木荣姑娘定下的医庄规矩，叫做三不救。三不救。蓉姐姐她医术高明，但是有3种人她是绝对不会医治的：第一，秦国的人不救；第二，姓葛的人不救；第三嘛，就是因逞凶斗狠而比剑受伤的人不救。这是什么怪规矩啊？哼，反正和你也没什么关系，你记住就是了。蓉姐姐，月儿，路上还顺利吧？顺利。你2天2夜都没睡，怎么不休息一下呢？荣姑娘，好久不见。这个小孩是谁啊？他叫天明，是少羽的朋友。哦，这个人就是月儿的姐姐啊。月儿那么讨人喜欢，这个家伙怎么老是板着脸，好像谁欠了他钱似的。原来以为范老头那张脸已经够死板的，谁知道这个家伙比范老头还厉害。这个病人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次我们村庄遭受秦国鹰爪攻击，幸好这位前辈出手相助，击退强敌。不过前辈也因此受了重伤，所以才来请医仙荣姑娘救治。我这里三不救，梁叔应该知道吧？知道啊。你可看到过有过例外吗？这个人是不是用剑的？荣姑娘何以断定他是用剑的？此人的手以及手臂上的肌肉、骨骼都是常年练剑之后才会有的特点。这个人非但用剑，而且还是一个好手。这位前辈是为了救楚家才身受重伤的。哼，又在撒谎。你们其他人身上都是淤青，并无剑伤，可见袭击楚家的敌人用的是钝器，而非利器。这个人身上没有一处淤青，却有20-30处各种利器的伤痕。如果他因为救你们而受了伤，我可以治疗。可惜，他身上的伤都是在此之前受的。把人抬出去吧。等一等，墨家巨子提倡兼爱天下，六国豪杰莫不敬仰。荣姑娘身为墨家弟子，难道见死不救？月儿，送各位大哥出去。荣姑娘，请你无论如何要救救葛先生。他的确是用剑之人，但不是为了比剑，而是为了与秦军作战呢。一生救人是天经地义，偏偏你这个怪女人定出那么多的臭规矩，这个不救那个不救。我看你的3不救改成1条就可以了，活的不救，那不就
我还有其他病人，你们可以滚了。世上居然有你这种怪女人！我拆了你的破木盘！在墨家的地盘上可不能杀人放火哟！什么人？在墨门撒野，你们的胆子倒还是不小啊！白老头，是你呀！班大师，这个孩子是楚家的朋友，年少无知，你老人家不用跟他生气，多多恕罪，请赶快放了他吧。我想楚家也没有这样的愣头小子，你们交这么冒失的朋友，实在是有点危险呐。老头，你说什么？天明，龙姑娘已经下了逐客令了，大家还愣着干什么？走吧，难道还要我这个老头子把你们一个个抬出去？得罪了，我们告辞。少宇，走。走。天明，不用担心，我就不信天底下没有其他医生能给葛先生治好这个伤。站住！蓉姐姐，怎么了？把病人还有这个小孩留下，其他人都出去。怎么回事啊？龙姑娘已经说了把人留下，还愣着干什么？难道还要我这个老头子来抬人？我已经给墨家主人传信了，他收到后会和你们在老地方见面。好吧，我们又该上路了。各位，后会有期了。大哥要走了，也不告别一下。告别？干什么，小子？哎，老头，那种木头鸟你还有吗？什么老头老头的？木头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也给我玩玩吧。不行。那只木头鸟你就给我玩玩吧。小子，放开我！答应我吧，求求你了。你以为耍无赖的人我没有碰到过吗？如果借给你的话，我那么多年的饭就白吃了。哎，谢啦！我和月儿正在替你大叔疗伤，他的伤势很重。如果我再听到一点儿扰乱心神的声音，你就可以为他准备后事了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求求你不要再离开我们了！你每次出去，我就会睡不着觉，即使入睡，也经常被噩梦惊醒。我们的女儿常常哭着要爸爸，求求你！真是啰嗦的女人！
在天明的记忆中，自从那次火灾以后，他的生活最多的内容就是颠沛流离。没有居所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。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弄明白自己到底身在何处。在伊庄的时间虽然很短，然而这里却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快乐。虽然一向满不在乎的他，并没有去想这样的日子能够持续多久。